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老师呢要来教各位的是如何计算成绩单的一个分数，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张成绩单，它有座号1王大同，他考了国文几分、英文几分、数学几分，我们要做一个加总。那王小明呢、李小明呢，国文45，英文85。数学98，我们要算出它的一个加总，以及呢，我们想要知道我们这一整个考试下来，国文老师会想要知道全班的国文分数加起来是几分，英文老师也要给他一些资讯，让他知道全班的英文几分，那数学老师也要让他知道全班的英文总分是几分。那要怎么计算这一些数字呢？我们来看一下，一般最简单也是最没有技巧的方法，我们会在总分这边把它打上一个等号，然后写上按下这一个88，也就是国文C3这一个储存格，然后按上加，再加上英文的这一个 D3 的这一个栏位，再加上E3 这一个栏位，也就是说 C3 加 D3 加 E3这三个加起来等于总分，我们按下总分之后呢，就会得到了。那通常你如果是这么计算的朋友，那你会用一个复制的方式，把它做一个复制，也就是要复制这一栏第一栏的公式往下做一个复制，再按下滑鼠右键做一个贴上的一个动作，贴上。好。那贴上之后，你就可以得到每一个人的总分。那下面呢，我们刚才讲的国文的总分、英文的总分、数学的总分，也是做一个类似的做法，就按下等号，然后第一个栏位是 C3， 加上第二个栏位是 C4， 再加上第三个栏位是 C5， 第四个栏位是 C6， 第五个栏位是 C7。好，按下确定，我们可以得到国文的总分是387分。然后呢，一样画葫芦，我们按下滑鼠右键之后，选这个复制，再把后面这三个空的栏位按右键贴上，就可以算出来国文总分是387，英文总分是419，数学总分是401，那全班的总分是1207。那我们刚刚讲过了，这是一个相当土法炼钢、相当基本的一个做法。那如果我们今天考的科目有10科呢，你不是要一直加？那我们今天全班同学如果有50个人或100个人或是200个人，那你不就点到累死了？那到底有没有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呢？那刚刚我们可以算出刚刚用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初阶的一个运算模式。那我们现在要教各位中阶的一个计算模式来，我把刚才我们做的一个公式全部都涂掉。如果你今天要算王大同他这3科或这5科、这10科的一个总分呢，你可以停在这一个 F3 总分的这一个栏位呢，然后选择我们的一个加总这一个符号就是加总的一个符号，选下去之后呢，它预设就会帮你跑 C3 到 E3 C3 到 E3， 没错吧？你如果确认你要加总是 C3 到 E3， 也就是 C3 D3 E3 这3个栏位都要加总的话，你按下确定键，248就加总起来了，248就加总起来了。那接下来你可以有2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像刚刚这样子，按下复制，然后往下拉，做一个贴上的一个动作，这样可以把分数统计下来。那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可以在刚才这个栏位，右下角，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绿色的点点？你可以在这边快按滑鼠左键2下，我再回复一下，你看到这个加总之后，分数算出来，因为它是公式算出来的，所以它右下角会有一个绿色的一个点点，你可以在这个点点按下滑鼠左键2下，
它会自动帮你把下面的分数做一个统计帮你把下面的分数做一个统计。好，那同样的方式呢，我们要算国文全部有几分，国文全部有几分，我们一样停在这一个 C8 的一个栏位，然后呢一样按下我们选择刚才这个加总的一个符号。好，选择加总符号，我们可以看到了 C3 到 C7 没错吧， C3 C4 C5 C6 C7， 这是我们要加总的，所以按下滑鼠，按下确认键，387分很快就加总起来，那一样，如果你想要把这些分数呢快速的往 D8 E8 做一个那个复制的话，你可以一样在右下角这个滑鼠的点点这边按下滑鼠左键2下，嘿，不行，那你只好在这个点点往右拉，这样就把分数给统计下来了。我再讲一次现在我们分数算完之后呢，你可以在国文也就是 C8 的这个栏位呢右下方这个点点，因为这个点点只会往下做复制，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往右拉。我们想要知道英文的总分、数学的总分以及全班所有的总分，你往后拉之后，往右拉之后，你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答案了。这个答案这种做法，我称之它为中阶的一个解题方式那这个方式呢，会来得比刚刚你土法炼钢的一个初阶计算方式来得简单。那到底有没有比较快的一个方式呢？有，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教各位的是一个高阶的一个计算方式，让你一秒钟不用输入任何的公式，1秒钟就可以把全班的成绩给它算出来。来，我们继续把它删掉。好，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它自动在总分这边以及下面的合计呢全部自动跑出来呢？有各位，我跟各位报告，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各位有没有看到1秒钟分数这边的总分自动填出来，以及下面的合计全部填出来了有没有发现超级快的？我们再看一次我只要把这一些栏位拉起来之后呢我按下所谓的一个 Ctrl 加等于之后，它就会自动帮我把右边跟下方的一个分数统计出来我特地把这个写在这边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是红色，好 Auto 加等于我们来看一下，我再把这一些东西删掉，各位注意一下，你一定要把你的游标圈选你要统计的部分，像这样子，像刚才我圈选名字，那因为名字是文字，所以它没有加总，这个栏位它就没有加总那你可以直接圈选这边，或者直接圈选这边。好，我们这一次把这一些部分圈选起来之后呢，我们再按下 Ctrl 加等于，你看它又自动帮我做一个加总了，很简单。那如果跟各位看一下，如果你圈选的地方有错，譬如说我从座号这边开始圈选会发生什么事？来，我按下 Ctrl 加等于，各位可以看到因为它会认为座号这边是数字，所以它会在这边做一个加总，所以所有的加总分数会跑到第9行这边，所以呢，记得我们只要圈选我们所要统计的一个部分来，再按一次 Ctrl 加等于，你看分数总分很快就统计出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成绩如果有10科那全班有100人、200人，照样一样是1秒钟 Ctrl Auto 加等号，全部的成绩立马给它算出来。我想这个计算方式比刚才你用公式一个一个点一个一个按还要迅速，还要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只
只要有牵涉到你自行输入，输入栏位相加，用所谓的一个自行做复制的一个动作，因为人工作业难免会有错误，所以就有可能计算错误。但是呢，由系统 auto 加等号自动去判断的话，它的正确率会来得比你自行输入还来得准确，来得快速。今天的课程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希望对各位在统计上有所帮助，也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按个喜欢，按个赞，也把影片分享出去。那我们今天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咱们下次见，拜拜。